知道了图片生成的过程，小伙伴们不免有疑惑了，为啥图片可以这样整体生成，文字不行？图片生成的时候就不怕输出元素之间缺乏联系，互相冲突吗？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知道了图片生成的过程，小伙伴们不免有疑惑了，为啥图片可以这样整体生成，文字不行？图片生成的时候就不怕输出元素之间缺乏联系，互相冲突吗？这个问题能问出来，说明你真理解这个概念。这一个差异点是很多论文、文章，包括视频教程里面都没有讲清楚。弄懂它，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在不同场景下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我们要采用不一样的手段。用产品经理的话来说，就是需求不一样。图片能通过扩散模型来整体生成，主要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最核心的原因，人类对图片的容错性是比文字要大很多的，和大多数人的直觉不一样。事实上，生成图片的难度比生成文字是要低很多的。同样是错一个字和错一个像素，文字是立即出戏，马上就知道错了，图像却经常看不出来的。因为文字它是离散、语义严谨、无法容忍偏差的一个符号系统，一个字错了，整句话的意思都可能发生变化，甚至一个字错了，整段内容都会。我很喜欢你和你很喜欢我，字都一样，但语义却完全不同。另外，文字也要求逻辑、语法、语义、情感、风格全部要协调一致。一篇文章中，前面说这个人物死了，后面又说他站起来走，逻辑一崩了，马上就能被察觉出来这里出错了。但图片就完全不一样，图片是有容错能力的。首先，我们人类的视觉它就有观察的极限，人类对颜色的区分是有极限的。像素点红绿蓝的数字从128、128、128变成了129、129、128，基本人是看不出来。人的视觉中，只有在进行对比、差异比较明显的时候，才会敏锐度比较高。一片蓝色的天空中有一个蓝色的点稍微不一样，基本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像下面这个不同的口红颜色，你能区分出多少种呢？除了刚刚那个原因之外，人的视觉它还有纠错机制，左右色调的稍微不统一，背景有一些模糊，边缘有一些瑕疵，我们都能通过自动脑补把它忽略，甚至大脑会主动直接给它纠正过来，把它转换成正确的效果。就像图中的这个视错觉图片，图中的 B 色块的颜色和 A 色块是一样的，你看出来了吗？这个就是大脑在主动帮你纠错了。虽然经过它纠错之后，本来能看出来的这2个色块是一样的，反而变成看不出来了。以上2个情况就造成了图片只要是全局协调的，部分局部细节不出问题，人眼就分辨不出来了。一张人物图，脸稍微歪一下，眼睛稍微错位一点，我们是能马上觉得怪的，因为对这个面部的识别我们是特别敏感。但是背景模糊一点，基本上无所谓的。人的视觉是只有在部分内容上才会特别精细，并且像人脸这些精细的捕捉，能察觉细微的差异的时候，它也是察觉整体框架和轮廓的差异，五官整体的对比，而不是单一个耳朵看出来有多大的误差。这个也正是 AI 生成的图像能看起来没问题的关键呢。除了刚刚说的视觉的容错机制之外，第2个能让扩散模型整体生成的原因是，扩散模型通过了逐步纠错的方式，降低了各元素冲突的可能。之前我们介绍扩散模型生成的过程中，它是逐步去除噪声，每一步都去除一点点，它会根据当前这个图像的情况来预测下一个我更接近目标的这个图像应该去除哪些噪声。即使在某一个步骤中出现了错误，输出的元素发生了冲突，下一个这个去噪的过程也会想办法纠正它。其实在之前我们列出的这一个例子图片中就有这个体现，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仔细看这个去噪的这个图片过程，第2张图片这中间的轮廓中你会发现是没有带眼镜，仔细看能看出来，但后面这个扩散模型很快就跟它纠正过来，第3张图开始就变成了戴眼镜。这种反复微调获得目标图片的方案，显著的降低了输出各元素冲突的可能性。
第3个可以整体生成的原因呢，是扩散模型生成的过程中，它是从粗轮廓到细节进行多尺度的信息处理。扩散模型它可以处理不同尺度的信息，允许模型先在低分辨率下生成粗略的图像结构，然后再在高分辨率下进行细节的细化，是一个由粗轮廓再到精细节的一个生成过程。在初始阶段，扩散模型会从随机噪声开始生成一个较低分辨率的图像，主要是轮廓、布局、全局的结构，然后在后期的阶段，通过逐步去除噪声来补充细节，局部的冲突不断被修正，图像就越来越精细。总之啊，扩散模型通过整体生成的方式来获得了更强的全局统一性，因为在整体生成的过程中，它就考虑了整体全局应该怎么来规划，又通过多次去噪来降低输出元素之间的局部冲突。而针对图像的这个场景，人的容错性又比文字要高很多，所以即使最后还剩一些元素有了冲突，一般也分辨不出来。最终的结果是在图片生成上，扩散模型做到了在全局结构统一和细节一致上都表现出色。到这里，关于图片生成的扩散模型原理我们大致讲完了。那下节我们就来介绍最后一个模态，语音生成的原理。你觉得语音生成和图片文字相比，哪个更难呢？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多模态细节，关注一下再走哦。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